我是蕾蕾老师。接受涂鸦教养的孩子啊，跟填鸭教养的孩子，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什么是涂鸦教养？事实上，我们用涂鸦2个字来隐喻孩子能自主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没有框架的学习。那谈到孩子的填鸭教养是指什么呢？我们是指孩子在学习中他是被框架的，他是被限制的，他又是被束缚的，无奈的学习。那经过涂鸦教养的孩子跟填鸭教养的孩子，事后孩子有什么不一样呢？接下来我们把它分为7大项，跟大家一起分享。涂鸦教养的孩子第一点，他心胸比较宽大，他乐于探索尝试那当然生命会有光哦。第二点，涂鸦教养的孩子他一定是比较喜欢主动学习，所以呢他比较有热忱，也比较专注，持续力也一定是比较强。第三点，涂鸦的孩子他有自在的这个情境嘛，所以呢他的脑海里天马行空，创意一定是无限大。第4点非常重要，我思故我在。一个孩子善于思考的话，他的专注力呢一定比较延长，也比较有深度。他做任何事情呢也比较有耐心。第5点，接受涂鸦的孩子他比较能激发他的潜力。那激发了潜力以后，他比较能举一反三，所以呢创造是无穷的。第6点，当涂鸦的孩子他的创造力呢越来越活跃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做任何事情都沉浸在里面，他的生命中呢当然就会越来越有光彩感。第7点，涂鸦的孩子对任何事情他会乐在其中，所以任何的学习或遇到一些困难来说，对他来讲都能乐观的进去。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填鸭教养的孩子有哪7项的特色呢？第一填鸭教养的孩子因为呢他被规范了嘛，所以他不敢越矩，自然他对这个探索呢就不敢有念头。第2，填鸭教养的孩子他是属于被动学习，所以大家想想看，他对任何的学习会全力以赴吗？一定是意兴阑珊嘛。第3，填鸭的孩子他的创造已经被框架了，所以呢他就变成没有什么梦想，生活的精彩度呢就慢慢趋向于黑白第4点，填鸭的孩子他被框架的思考，所以呢他的学习就会怎么样，显得脑袋空空，了无新意嘛，随波逐流。第5点，填鸭的孩子他所有的潜在的能力都被隐藏，甚至退却了。这时候孩子当然是变成平平庸庸的，了无生命感。第6点，填鸭的孩子他的创造力会越来越薄弱。那大家想想，孩子的生活呢就会一成不变，没有什么生命激荡嘛。第7点，对于填鸭的孩子
他会觉得学习啊就像劳动服务一样，哎呀，真的是太疲倦了。所以往后啊，他就对学习啊完全没有兴趣，他觉得好像走入沙漠里一样，没有希望。了解涂鸦教养的孩子啊，跟填鸭教养的孩子啊大大不同以后，那爸爸妈妈、老师，我们如何在生活中引导孩子啊，变成一个涂鸦教养有创意性的孩子呢？那重点来喽，那我们如何啊，帮助孩子啊被莫名的这个填鸭给侵入呢？接下来我想用3个方向跟爸爸妈妈、老师来分享如何摆脱这个填鸭的侵入。第一项呢是要让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因为阅读中呢，孩子才会沉下心去思考。那作者的文字文章呢，对孩子呢都是有一些正面的启发。第2点，爸爸妈妈、老师要多鼓励孩子呢去欣赏什么呢？博物馆的展览啦，美术馆的展览啦。为什么呢？当他去欣赏这些美好的事物的时候呢，孩子的心中就会充满了探索的心。有了探索的心的时候，他对这个生命呢，还有生活啊、自然啊，会充满了好奇感。这就是一个学习的动机开始。第3点呢是走进大自然。当孩子走进大自然时候呢，他是跟土地连结，会找到滋养生命的力量。瀑布啦、流水啦产生的负离子，会让孩子的情绪很稳定，心灵更开阔。再来就是泥土、森林、农田里的芬多精，更让孩子呢不只是免疫力加强，他自然会对大自然呢有感。这个时候啊，创造力也能源源不断的涌入孩子的心灵的世界。爸爸妈妈、老师分享了3项，第1个呢是阅读，第2个呢是欣赏，第3个带孩子走进大自然。你会发现我的孩子啊慢慢变了一个对生命充满了好奇、探索。再来，他对学习呢非常的主动。我们好好的一起努力吧，拜拜。